，Blackpink 新加坡演唱会的余温还未散去，而美美的巡演消息已经点燃了新一轮热潮。这些超级巨星的到来，不仅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涌入新加坡，更让这座狮城突然成为全球瞩目的文娱焦点。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一场场狂欢背后，真正推动的不仅是粉丝的消费，更是新加坡对自己经济未来的一场战略性实验。在这一切现象的背后，新加坡究竟在布局一盘怎样的棋局？这座曾经以金融中心和物流枢纽著称的城市，如何通过文娱产业撬动体验经济的全新增长？今天我们一起来解密新加坡利用明星效应掀起的文化经济浪潮，看清这场表面热闹背后的深层逻辑。相信视频最后，你会对新加坡经济的新升级有全新的认识。第一张演唱会的背后，经济数据的狂飙 ，Blackpink 的演唱会狂热，绝不仅仅是一场粉丝狂欢。在这一活动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组令人啧舌的数据。美美的演唱会预计将为新加坡带来高达 7.5 亿新元的经济收益，而 Blackpink 的官宣之后，不仅让酒店预订量暴涨了 30%到 40%， 也让餐饮和购物区域的客流上涨超过 20%， 更别提国际游客的涌入和机票价格的水涨船高。这种现象让一场演唱会成为撬动整个城市经济活力的引擎。这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数据增长，更是新加坡在创造一种粉丝城市效应。在这种效应下，每一个来到新加坡的粉丝就像一个移动的钱包，他们不仅购买门票、酒店、食品，还会被吸引到购物中心主题活动和快闪展览中，形成全局消费的联动。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新加坡对娱乐经济领域的一次大规模经济实验。通过这次实验，新加坡正在测试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如何通过一场秀把短期的娱乐消费扩展成为长期的旅游和城市经济的增长引擎。第二章从金融枢纽到体验经济，新的经济结构升级。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新加坡，以及为什么文娱和体验经济成为了它的主要方向？答案可以从新加坡经济的长期转型目标中找到线索。新加坡正从以金融中心和物流枢纽为核心的经济模式，逐步转向体验经济和文化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这一转型并非偶然，而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战略决策。根据2040旅游愿景，新加坡计划到2040年将年旅游收入提高到470到500亿新元，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多高品质文娱活动和国际化文化吸引力。近年来，新加坡已将资金从动物园、圣淘沙等传统景点转移至活动经济和流量 IP 领域。研究表明，体验型消费能带来更高 GDP 乘数效应，不仅直接拉动住宿、餐饮等收益，还提升城市国际吸引力。Blackpink 演唱会虽看似短暂，却是为一种经济刺激模型的实验。第三章，新加坡的文化基础设施搭建。回到问题的核心，新加坡为什么选择用一场场热点演唱会撬动经济？答案在于，它正在打造的不只是舞台，而是将整座城市升级为文化经济的基础设施。首先，新加坡把公共空间打造成了文化传播和体验的平台，机场、地铁站以及滨海湾地区的灯光秀已经不仅仅是功能性场所，而是旅游和消费的延展舞台。游客来到这里，能够从踏入城市的第一刻起，到每一个公共场所，感受到新加坡在娱乐和文化上的全球领先地位。其次，新加坡也从硬件上为文化经济设置了长期战略，例如体育城和国家体育场，并不只是演唱会的场地，它们被设计成了文旅加资产回报的多功能项目，既能承接国际大型演出，也能够提供长期的经济收益。此外，演唱会本身的背后还带动了整个关联产业链的发展，从舞台设计、灯光音响到物流运输，再到 IP 衍生品、快闪商店的落地，每一个环节都形成了经济收益的乘法效应。换句话说，真正赚到钱的并不仅仅是演唱会的主办方，而是以此为起点，围绕它扩展而出的整个消费生态链。第四章，为什么是新加坡而不是其他亚洲城市？当大家看到 Blackpink 选择新加坡作为巡演站点，可能会问，为什么是新加坡？为什么不是曼谷、吉隆坡，甚至是香港？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地理位置，更多在于各方面的综合优势。首先是政策，新加坡为国际艺人和文娱活动提供了便利的签证政策，同时有健全的版权法律保护，这让明星团队能够更信任这里的运营环境。此外，无论是社会治安还是公共设施的专业度，新加坡都在亚洲范围内遥遥领先，保险成本和运营风险远低于其他城市。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一站式活动城市概念，意味着从机场到场馆，从酒店到娱乐消费，所有体验都被精简在一个岛上完成。对于艺人团队和游客来说，这种效率极高的安排减少了额外成本，也提升了整体体验。加上新加坡在场馆的商业化、运营能力方面远超其他亚洲城市，自然被艺人选择为亚洲独家站的首选。第五章，从消费到创作新加坡经济的新未来。从 Blackpink 到美美，从大牌演唱会到各种文化活动，
新加坡正在通过吸引全球目光，示范如何将一个小城国家打造成为亚洲文化经济中心。然而，问题是这一模式究竟能持续多久？新加坡能否从一个文娱消费的城市走向真正的文化内容创作中心？未来的新加坡或许需要更多属于自己的文化 IP， 更多独特的创意，以及更好的服务本地消费者的文娱生态。BLACKPINK 这次的演出再次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娱乐与经济增长的惊人联系。但是接下来我们更期待新加坡如何平衡本地文化与国际化消费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不要忘了点赞、分享，并且订阅我们。未来我们会带来更多关于亚洲经济文化创新的独家解析。那么你认为新加坡未来在文化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参与讨论。